客户说他的空调一下全烧了，来看一下什么情况。中央空调全烧了。空调的师傅正在挨个的修，烧的是这种电源板，这个应该是窜入了高电压，这个应该去总配电箱看一下。这个就是他们的总配电箱，现在电闸是拉下来的，总闸 3P 加 N 的漏电保护器，下边是空调主机，还有灯电路，室内机的电路也是从这接出去的，所以我怀疑是零线虚接造成的电压过高，而烧坏220的电器，包括空调内机，包括灯。先用电笔测量一下主零线，不带电，火线电压240、238、238，正常啊，正常，不是我想象的零线带电，零线虚接会零线带电。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都正常呢？就这种什么都正常的情况下，这个故障可不好检测。零线虚接、主零线虚接会造成这种烧电器的现象，但是现在看都正常，那零线在哪虚接了呢？您不是说那些楼道的灯也烧了吗？楼道的灯烧了，但是又换上了，这不，这是新灯，这不就烧黑了。啊？这不是这楼道的这是新灯，全烧黑了。咱们看一眼。这种就是电压高导致的。对，进车电了吗？进380了吗？220进380了。对，它那个就是您这个线我看从哪走的哈？这个主线。哦，上面。这个是你家的表吗？师傅。你把那个大总闸送上之后，你测量上面不就能量出来有没有车电？能量出来。现在啥都正常。我看可以总闸也可以换。那什么时候烧的吧？烧的是啥时候烧的也不知道呀。不是什么时候？这个配电箱移配电箱之前，所有的都是完好无损的。什么时候移的？移配电箱是上周的事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个配电箱这都是新接的线，原来在别的位置挪过来的，挪之前好好的，挪过来就烧了。这是新装的表和总闸。那会不会是接线没接好呢？这个都是新接的，那是零线没接好吗？因为除了零线虚接，一般不会造成高电压的现象烧坏电器，我也只能怀疑零线虚接了。它的主电源3根火线1个零线，都是从下边这个主配电箱接出来的，所以叫了物业的师傅把下边的门锁打开。它的主线主零线就是从这接出去的，这根线就是零线，就是颜色不对，压的还可以，没有出现虚接的现象呀。那这个零线在哪虚接了呢？如果是怀疑这个主零线有问题的话，那烧坏的可不只有这几台空调，其他的那些灯电路插座都会烧电器。而烧坏空调是因为它接了这个主电路以后才烧的空调，在之前没有问题，所以我还是怀疑它零线接的不好，和这些没有关系。因为这个配电箱接出去的线路人家都没有问题。您说我现在是不是钻牛角尖了，非得找这个零线有问题的地方？万一不是零线的问题呢？但是除了零线，我想不出别的原因会导致电压升高。所以我想是不是这个零线的接头没接好呢？或者是零线没压好？现在都是猜测，因为现在电路很正常。既然来了，得给人找出原因呀，找不出原因，在这里猜测没有用。想找出证据，这个不大容易，因为它没有故障现象。那如果零线带电，那就好查了。螺丝也压得很紧，没虚接。拆下这个线头，我仔细看，很明显，压线螺丝压线皮了，而没压到这个铜线。也就是说，可能这个铜线与电闸的铜排没有接触上，或者是接触不良，但是我也没发现有打火的痕迹，可能不是它的原因。再看一下这个漏保上面的零线压的好不好，如果零线进线端压线没压好，或者是虚接，也会烧坏电器。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现象。看一下这个零线，
哎，铜丝拔得很长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再用螺丝刀给它压紧喽。就是说，这个箱子挪了多长时间了？刚挪1个星期，我不知道。1个星期挪的，刚挪就收了。周四晚上挪的，周四晚上。就这个电路做出来，不到一不到，我看看哈，周四晚上挪的，周五就跳闸了。周五就跳了。然后周四做的电路，周五就出现问题了。对，周五那个周柜子上面的就跳过闸，对，跳闸了。周五就跳了，周四晚上9点多装完的。那就是刚，也就是说这个电路刚做出来就出现问题了。对，周五就跳闸了。这灯就烧了，但这个空调估计也烧了，但是空调咱没有，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一个零线。怎么了？它压的时候压了这么一大块皮子。虚接了，导致这个零线铜丝没压上虚接的状态。当时接完电路，你们测一下电压就好了。我们不懂呀，不知道。稍微测一下电压就能测出来好不好？上一次那个时候，然后之后才拿着那个照片车，知道。对你这样，我还以为是用一段时间了呢，其实刚做出来电路就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没有压的痕迹，电线，铜丝都没有压着了痕迹。一圈压过的痕迹，这个没有，这铜丝没有一点压过的痕迹。现在接好了。一是这个地方有可能出问题，再就是第二就是空调，这主机啊，线主机怎么？啊，这是空调的主机啊。应该。哎，都是380。我给当前零线松了。这里还有一个2根零。没压呀。这个压的多紧？这压多紧？这有点可怜了。你看到了啊？咱没做虚作假的。这有点。他没压进，压根就没压进去。不是，这个是干啥的？那个应该是灯了吧？这些电路都是他们后来接的。对，但是那个绝对是零线，你得压。这些都是没想到的，像这些零线不压的话会烧坏电器的，然后都给它压起来。11字劈头。好。我是宁可把螺丝给拧滑了，我也得给你解释。对。真是，我就这个习惯。送电了啊！现在电压可正常了，很稳，它这电压。400吧，差不多。不是那个对，主要是对零，缺过气压保护器。在这缺零的状态下，它马上就给你断开了，防止电器烧。现在所有的空调运行正常了，电路正常。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检修，先临时加一个过气压保护器，它这个电路还需要整顿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个电路出现了严重的不正常，您看，用电笔测零线没电，测火线也没有电。啊，是电闸没送电，别紧张。然后再测一下它的进线，看一下。在不合闸送电的情况下，测一下零线，电笔显示17伏，这还算是正常。测一下火线，230多伏，这也正常。那边能拉的都给它拉掉了，已经断电了。那边。你看右边那个表缺一项。从表上看缺一项。对。一项。零线190啊。零线190，这项火线48伏。对，一项嘛。
B 项。总开关到总开关这是 B 项。应该是220，现在48伏。对。375这一项应该是220，现在375。这很不正常呀。360。359。你像这种啊，正常是220伏，你看我电笔测出来是多少？我让你看一下，370。370这不正常，证明是这项火线对地漏电，导致其他2项火线对地电压。385、390，就是有漏电的，也就是说这边这一片呀，这边这一片，不知道谁家在漏电，导致零线。零线应该是0伏，现在是182伏。我同事没注意零线，碰了一下零线，被电了一下。当然，这个不一定是零线带电，就是地带电和零线之间形成一个电位差。现在只能说准备钳表，这一家一家的掐，谁家有漏电的应该能掐出来。拿钳表，现在这种找这种电路都是用钳表掐了。谁家不正常啊？他们家的电缆就是，哇，这么多吗？哎，还得看，这些电缆还没问题啊，这些电缆没问题，这上外边来，上外边看一下它这些电路。这电路有问题，很明显这一路是有问题的，1.7安的电流。打开配电箱看一下。好像是这不这个线，这不通的，这不是一家的吗？它不是一个线，这不这两个？你看啊，是一家的。这个火线，大哥，你家这个火线是395伏，零线220。零线221，火线400伏，396 400伏，大哥，他没走漏保，没走漏电保护器。如果走漏电保护器的话，漏保都合不上。他这个是对地漏电的，都1.6安的电流。现在水泵都是漏电的，在那块都是漏电的。那路漏电的线接的就是前水泵。以前处理过一次，就是这个水泵漏电，他们没重视，还是接着用。你看火线，我用这个电笔能测出400伏、402伏、400伏，应该是220伏，而零线应该是0伏，我测的居然是220多伏，而他们还是认为不是水泵的原因造成的。不是大哥，你现在如果用钳子把这块掐断它就好了，你不信试试，拿钳子，大哥。大哥，你这零火线掐一根，我知道。不，现在有电啊？没事，我知道。你就从这个接头这个地方掐就行，掐了就好，掐。它是对地漏的。哪一个有电？你一掐就没有。好，没了。它这个电是对地漏的电，大哥，你现在不用电，电表也在跑。对。为啥它一掐一根，它还有电流啊？是因为那个电在对大地漏电。测一下这个是不是有电？没电，给它包上。没电，这是水泵的。这水泵的，你拿望远表测一下漏不漏电吧。现在刚才401、395，现在228。现在正常了。这个线就别用了，大哥，这个线是干什么的？水泵，你拿望远表测一下。指针望远表测漏电，一只表笔插在地上，另一只表笔分别测量水泵这2根零火线。看表针，很明显是漏电的，这就可以确定它的水泵或者是线是有问题的。它这个线是架空的，还套着管，所以应该是水泵或者是电线在井下是漏电的，在水下是漏电的，这个由他们自己来处理。把水泵掐断以后，再回过头来测量。
零线19伏，对于他们这个台区来说，这个正常的，这个去除不了。不知道谁家还有轻微的漏电。如果排查的话，整个村都排查。现在电压正常了，226。241。220。火与火之间正常，380。400伏，380正常。火与零之间220。220，还行，还有轻微的漏，不一定是他们这一块，也有可能是线上主线往杆上走，往那电线杆上走，一直到整个村都是连在一起的，那个都不好排查了。所以说他们，我感觉这种情况应该可以了。如果要排查的话，工作量太大了，得整个村排查，整个村还有很多厂房、家庭，太多了。需要装漏保，如果装漏保，它会有漏电，它会频繁的跳，会让这些住户很有意见。那个不能老是跳啊，老是跳影响我们生产啊。或者是这一个不装漏保，下边每一家要装漏电保护器，就谁家有问题跳谁家的。这个是可以的，别一块跳。就单独个人家里边装漏保，就是个人的线路，比如说这个电缆装一个漏保，这个电缆装一个漏保，就是单独装一个漏电保护器，这样是比较好的。我个人认为的啊，我不代表权威，也不代表那个正规啊，我就是个土电工。故障原因找到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用电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